整个鼻子的轮廓形要先确定，然后中线找一下，中线左右相对的结构，同时去找。你看到照片，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它们是相对的，然后这个面和这个面是相对的，这里是中线，中线上的一些起伏，就往后走，往后走，鼻头的侧面，然后鼻底，另一侧鼻底，要把它们的对称结构同时去找，这个对称感不就有了吗？那为什么看着这个就没出来这个结构呢？就是因为它不对称，这边对不上。网格线只是为了表现它的体积，在不借助素描明暗的这种手段去画它的体积的时候呢，那么用网格线去画它表面的起伏变化。我们是通过这样的线条来画它的体积，这也就是网格线的一个作用。所以说呢，网格线只要是贴合造型的体积，随着它体积表面的起伏变化而变化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的这个面可以直接圈出来吗？线条从前往后走，连接上，你就感觉就把这儿圈了一块，它跟后边的线，你说这条线跟后边的这个结构没什么关联，它不具有空间感嘛？要把它当成这样的体积去看，这边是前，这边是后，形状有左右有前后，线条都是相互串联起来的，连起来之后才形成网格，网格是贴合的这个造型体表的，这也就是网格线的一个作用。线条呢可以再多一点这种方圆的结合，这个造型呢就能更自然一些。举例子，我画一下这个鼻头，整体先用这个比较虚一点的线，先去定一下型。你看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相对的，它比较偏方一点，然后转折这个地方比较偏圆一点，然后边这里呢实一点。鼻孔的这个鼻翼的厚度，线条可以宽一点，就把这个线条画的再自然一些，再丰富一些。方圆啊、曲直啊、软硬啊，这种虚实做的丰富一点。这种立体感和它这种造型的感觉会更强一些，而且这个造型看起来也更自然、更真实。就是在画的时候，在用线上可以多一些层次，多一些线条的变化。你看这样的话，这个结构不就清楚了吗？这几笔重颜色有点太重了。鼻头和鼻梁之间有一种嵌套关系。这一侧的鼻翼，它有这个圆的，你看我这个网格线这样一个圆过来，它贴合在表面起伏，它贴合在表面，随着起伏产生这个弧度，它就有体积。下边的这个鼻梁稍微有点宽，这个往里面收一点，符合这个模特的特征。这个鼻翼的位置要不要再高一点？线条呢可以再多一点这种方圆的结合，这个造型呢就能更自然一些。在第一张图鼻底的这个位置呢，注意一下，在鼻子侧面，然后再往斜侧面，再往底面转的这个过程呢，再给它加一个结构线。下面这一部分呢是鼻底，中间的这里呢是往鼻底转的一个中间的层次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鼻底的造型更丰富一些。包括第二张图这里也是，
它在鼻底和鼻子的侧面有一个比较宽阔的棱，使这个鼻子的造型比较圆润。你这个横断线是有的，这种从上到下的线是有的，就中间再给它来一下，注意要有中线。然后中线左右两侧的结构，参照着中线去找。看照片，鼻骨这里是抬起来的，鼻头这里是抬起来的，所以说它的这个中线，这里抬起来，这里下去，这里再抬起来，这里是鼻头，鼻头造型。这个鼻头呢没有抬起来。如果说有了这样的中线啊，依照着这个中线来找左右的这个面，这样的鼻头呢它就更容易抬起来。然后在这个位置啊，它也是往起抬的，然后这两条线呢，它就把它压下去了。这两边结构线应该这样走。这个鼻子的造型的话呢，还是比较不错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就是比较简单，可以再多分几个面。你像比如它这个鼻头，这一个抬起来的面，这一个朝前的面，这是往下走的面。这样的话呢，它的体积感会更加的丰富。只有一个边，这样的话它就比较简单。那从侧面看的话，它不就变成了这样吗？那么这个的话呢，从侧面看，它就是这样，它的体积感就会更完整。那第二个，注意一下，它这个中线是在这儿吗？看到照片，鼻头这里啊，鼻中隔的中线是往里面走的，应该在这边。一定要确定啊，明确这些中线的位置。因为鼻头呢有点没翘起来，你看这边的边直了，在模特中，这边过来这鼻头是起来的，这边缺了一点。下面这个啊，它这个鼻子呢，找一下中线，这个位置感觉是比较窄一点。这个形状特征，这鼻梁哪有这么宽呢？它这个鼻梁比较窄一些，鼻骨这个位置有点突出，而且是向里倾斜的，这个地方比较窄。然后在这个位置，鼻翼大软骨构成的鼻头，这个地方比较明显。这边这个结构画没了，这边能看到一点侧面，这个鼻头也是不对称，跟上面这个问题是一样的，可以按照这个来找它这个左右对称的结构。就是在形状比例上可以注意一下。第二个啊，这个鼻翼呢感觉有点大了，鼻子底面有点大了。这个鼻子底面呢大概是这么窄，因为画高了。然后下边的这个左右对称的结构，它的对称性还是稍微有点不够。你可以同一个结构啊，左边右边同时去画，左边来一笔，右边来一笔，左边来一笔，右边来一笔，这样的结构的对称性可以更好一些。然后这鼻根这里呢有一小段是朝前的，然后再往上接的是两个眼窝之间的，也就是两个眉弓之间的一个倒梯形斜朝下的面。从侧面看的话，鼻根是这一段，因为我们从侧面画这个人的时候呢，并不是额头下来，眉弓下来，鼻子不是这样长的，在这个地方还有一段鼻根是这样的，它有一个非常窄的一个小面是朝前的，所以说鼻根这个地方呢要再有一个面。